们现在呢，就先把这个炊烟先把它画出来哈。画这个炊烟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哎，你比方说像这里大面积的，这里都是比较深，是吧？都画的比较深。墨色呢，就还是刚刚那种墨色哈，基本上就是墨加一点这个山绿啊，这些够了。我们刚刚炊烟在这里，差点把烟囱给弄没了。你看，就通过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哈，刚刚在画这里面的时候，就把外面这条线基本上它就跑进去就跑没了哈。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层关系，又把外面这条线又把它怎么样呢？又把它凸出来。首先，怎么样能够把外面这条线就是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画，就稍微留一点点空间，这个就是非常细致的哈。你看，稍微留一点空间，留了以后，再看。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全部把这个墨全部画了，画了以后，如果是这个墨跟这个房子里面的墨都是连在一片了，那这个房子它就没有立体感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哈。将就这个墨色。我们把什么样来？我们把这个树把它衬出来。你看这里就协调了，是吧？这协调以后，鼻上现在还比较干，水分很少，就擦。你看，把它擦一下，也就是说，让这个很自然的，让它怎么样呢？让它就虚过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干什么？就画炊烟了。画炊烟，把这个鼻蘸一点，刚刚这个墨色。逐步过渡。好，我在这旁边这里擦的画的时候，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笔上的墨用的少一点，因为太多了，一画它就不自然。我们看，你看怎么办？你比如说是让这个烟这么吹过去飘过去了，还是让这样子飘过来，都行。但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这个烟画成一根直烟一点风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有这个可能性烟就直的上去。但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让它吹点风，是吧？如果吹点风的话，那我就让这个烟飘一下，鼻上水分都很少。
你看，基本上就这样子，把它插，基本上插就把它插过去了。这插完以后，大家看我这个炊烟是不是很自然的？这么就过渡过去了。过渡过去以后，哎，有些地方它的过渡觉得还不是太自然的，把鼻上沾一点点水，就鼻尖将就这个鼻沾一点点水，这吧？有些地方啊，再处理一下。刚刚是很干的鼻，去擦。现在呢，哎，我再用湿的这个。当然到了顶上的话，到时候逐步的就这个都是水了哈，基本上都是比较擦得很干。我再蘸笔尖的话，笔尖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都是水。这个炊烟大家看是吧？出来以后，当然我们旁边的有些这个树啊这些哈，那还是要用这个颜色去把它干什么呢？把它的树的形状把它衬出来啊。还是要把这个树的形状啊，把它稍微衬一下。哎，稍微把它衬一下，是吧？形状就出来了。这里也是，它们两棵树之间，你看着好像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好像很简单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动作，它一下子它就可以让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让整个这个感觉啊，这个树不要太大，太大了的话，它们就感觉到几棵树差不多大了。所以这个树我把它压一下，压小一点。都可以调整的哈，都可以调整的。你看，稍微小一点，是吧？完了以后，等一会儿，稍微干一下以后，然后把这个地方后面加一些树啊这些。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然后这个地方稍微的来再调点颜色。可以适当调点这个山绿、太青蓝、藤黄。来，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以后，哎，加一些这些小树是吧？
我就说把后面画一些树，画的时候呢，很简单哈，这个树因为很小了，那我们你看画了以后，中间稍微穿插一下，在穿插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一定注意一下，为什么要画这种形式的树呢？就是为了用这个树的浓度，这个树比它刚刚画的那些树呢，它要深，是吧？就用它的浓度去把这些树啊把它衬出来。在画之前，先把这个树形衬出来，是吧？先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把笔打扁。把笔打扁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树稍微的画一下。之前给大家应该画过这个树，但是呢，就是很大的树。现在呢，那树作为前景画了，这个时候就作为后面的景色，就是很小的树。作为它，你看，通过它。把这些树啊，把它衬出来。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衬，怎么画这些树哈，一定注意这个树要透气。你看我这些树都透气的。也靠这个下面的浓度，又把这些树啊，你看又把它衬出来。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层面，很多的层面，这一个一个的层面，一环扣一环。有些地方再通过这个比较深的稍微点它一下，它就会显得这里面特别的丰富，是吧？把它画了以后，这边稍微飘一两颗。注意它的一个疏密关系，把它画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因为下面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就直接你看把这个笔打扁了，这个树啊，它就很简单，稍微有点这个树的形状，你就能画出很好一样的。有些地方，因为你只有把它画得很深了以后。点稍微深一点，里面包括这树里面，
们把它画好以后，我看这边是不是来1、2颗？这边干脆这样子。后面你不管它是什么，它后面是山也好，是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哎，就让它朦胧。因为我们还是说了哈，这个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画面的虚实关系。如果是你都觉得哎这里画的很实了，到处都很实了，那就要注意了。那我们有些地方就把它处理的虚一点。像这些树啊这些，哎，都让它就很朦胧了。这边都让它处理的比较虚一点，是吧？啊，好，然后逐步过渡。这一块为什么我要把这里画？要把这个地方要把它往这边飘呢？因为我这里画的有这些树，是吧？哎，它这么一飘过去，它们好像是个环抱，是吧？它们好像是个环抱，这样子互相的，那个就非常的好看，你的构图上呢也是比较好的。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好，这里刚刚这个休息还没挂，你看我们这里还是将就这个颜色哈。把这个树，我们把它稍微的把树感把它画出来。刚刚休息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啊，干脆我画一棵成型的淡一点的这个松树。虽然我已经点了，哎，但是我现在我这个画的墨色比刚刚点的墨色要怎么样？要深。所以说很快你会感觉到，哎，你看不到那个我刚刚点的点子了。
说画画它都可以随时调整，随时调整。你觉得哪里不舒服，觉得哪里怎么样？相反，现在这个点子还成了后面的怎么样呢？成了后面的一个层次。今天这段话肯定是完不成的，非常的复杂。就画画有时候收不住，原来打算就是一节课，简单的给大家补一点景以后，好，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画到这个程度以后呢，越画自己觉得这个感觉越来越好的话，那就收不住了。同学们觉得还是我就简单的画一下好，还是把它画成精品好？你看，在这里我又稍微的给它加了一点什么调淡墨，就直接在开始那个颜色基础上加点水分。但远处一点的这个树就很简单，画了以后稍微拿笔稍微擦一下，它就变成比较远的这种树这种感觉。大家觉得老师这张作品是要当做精品去画画的时间多一点也没关系，还是就是简单一点的画？如果喜欢精品画的，打个评论区打个精品；如果喜欢简单一点的就打个简单，这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我感觉我们班上这个互动不强经常。好，我把这边这一块这个就已经处理的很舒服了，现在就要处理这边了看出大家都还是愿意看精品的把这一块处理了以后，我们给大家说的这边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首先我还是用点这个比较深的墨，就直接蘸胶墨，因为它这个也是算前面的景色直接蘸胶墨。好，看到大家全屏都是精品那老师就会按照精品的要求去画，大家的话就不要着急慢慢的去学，老师画的越多，大家学习的越多。另外的话，下周开始我就要全身心的去准备面授班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网络班的有给我发微信，我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我没有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有时候我怕忙的时候，微信的话是不会随时去看的。我的电话是18870379135，大家可以记下，如果有着急的事情需要我解答的。回复的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你看，我把它这个地方稍微的点一下，这个也不要画的太复杂，也不要画的很多的这个这个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架这座桥架这座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一块山石，是吧？好，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负责把这个水衬出来那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不宜把它画的太复杂，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现在就画了以后，
我当时这里也没把它画下来。这个一般在水边啊，会有好多的这种树藤蔓也好，树也好，反正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些树。你看，把这个树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我本来我们是想，哎，把这里30连在一起，后来我觉得太生硬了，连在一起不是太好。好，我们换支大笔，我们调点颜色。也是用胶墨。就是整个的构图的话，那边是没有山石，是树。这边呢，我们就安排一块什么？就安排一块这个大一点的石头，安排这个石头。比方说，我们就可以。你看，把这个画的比较深，画的比较深的话，先画了这么几块这个石头啊。好，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就要接下来画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跟它衔接。哎，要跟它们衔接好。我一直给他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是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是要处理它跟这个树的关系。那这个树如果让它亮起来，树如果让它亮起来的话，那我们山石应该怎么办呢？哎，应该就把它，你看压下去，是吧？山石就要把它压下去。我这里大家肯定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一条，其实这个就是为我这一步做文章的。我把这里一画，它是吧？很自然的，它们两个就连成一片了。连成一片，好，这边这些地方啊，就要让它虚。这里也是让它虚，因为我要把这个树啊，把它衬出来。这块小树衬出来，这边连不连无所谓，把它虚下来，就是这个山石还是这个山石虽然我这里已经把它画得很下了，基本上挨在一起了，但是大家看不影响这个山石在前面，是吧？因为我这里没把它接得很实。把它画了以后。把它画了以后呢，然后这后面就该虚的就虚了。
啊，这块山石不管你画的再好，再怎么样，我要为我这块山石让路，是吧？啊，所以说我们画完以后，基本上让他们后面都基本上那个，就让它亮出来了。把它画好以后，让我们这里调点颜色。你看，我像刚刚把它擦的比较深，是吧？然后擦的比较干了笔，然后我们在这个笔尖上蘸一点点这个山绿，好就可以了。蘸一点点山绿，因为这一块这个你看基本上是山绿的颜色，是吧？我们要跟它协调，直接